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要来讲 ComfyUI 的这个 NicoChart， 它又更新了哈。那我之前本来是一直想要等它连 Laura 也一起更新了，可是一直等不到啊，也已经周5了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讲。它现在呢也支援这个千问的模型了哈。那千问的模型我们在之前有讲过，就是可以写中文的图片编辑模型啊。那这个呢，现在呢它出了这个 NicoChart 的版本，就是据作者所说啦，3G 显存就可以跑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显卡就算4G 也可以跑。那当然啦，你的记忆体的 RAM 也要够大才可以哈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资源呢，其实不太好安装哈。首先，你必须要确定2个东西哦。其实呢，我们在以前第33集的时候有教过如何去装这个 NicoChart 加速，而且可以让显卡呢不用那么大，比较低阶的显卡也可以跑。那现在装法又跟以前稍微不一样哈。好，我们就重新讲一次。一样哈，我们进来之后呢，首先哈，我们就是开启这个虚拟环境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自己的Python是什么版本。好，我的Python呢是 3.10.1 哈。那我们在每次执行 ComfyUI 的时候呢，是可以看到自己的 PyTorch 是什么版本的哈。我这里是 2.6 的版本。好，那我就装一次给各位看哈。首先我们要到 NicoChart 的库这里哈，我们进去这个 Release 这里。好，这里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哈，好，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它这里呢已经有出这个 1.0.1 的版本了哈。那这个是预发布版，我们可以先不要用预发布版，我们先用这个正式版 1.0.0。那这个 1.0.0 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的那个可以看到我刚刚的这个 CMD 呢显示我是 Torch 2.6 哈。那我呢 Python 是 3.10.12， 那所以呢我就是抓这一个下来，那你就是点它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个NicoChart 1.0 的版本呢，然后 Torch 2.6 呢，3.10这个 Windows 版本呢抓下来之后，我们现在呢要去 ComfyUI 的 NicoChart 的这个库，好，这个插件这里呢，我们要去抓它这个 1.0.1 的版本，我们要去抓这个。那这个呢就是按这个 Source Code。好，我们就下载下来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好，我们现在呢进来这个 ComfyUI 哈，我们先把 ComfyUI 更新到最新哈 ，Update ComfyUI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以前的 NicoChart 这个插件呢把它给删掉。我们先把以前的 NicoChart 插件删掉。好，那我们呢现在呢把这个 NicoChart 的刚刚抓的这个插件呢，我们把它解压缩。好，
好，剪下。剪下来之后，我们贴进来 Custom Node。剪下我们之后贴进来 Custom Node， 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好了吗？还没哦哈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把刚刚的轮子、刚刚的库给装上去哈。然后我们要这样，刚刚下载的轮子是Nicotra 1.0这个，复制好。然后我们这里呢要写什么呢？写拍派。pip install install 把刚刚的轮子这个库呢给它装上去。好，这样就装好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做什么呢？我们来检查一下哦。pip show sh 那个车，我们看有没有装上去哦。好，没有错，是有装上去的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刚刚的 Custom Node 哈 ，CD Custom Node CD， 我们刚刚的这个插件名称 Nicotra 1.0.1， 复制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执行安装依赖。这个依赖是什么呢？就是它里面要的这些 package， 哦。好，我们执行安装一样。好，完全没有问题了哈。那我们把 ComfyUI 也都关掉，我们把它重开。好，现在有没有看到进来呢？就是都已经更新完成了，没有问题了哈。好，然后这样就装好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下载2个 Nicotra 的千万模型哦，一个是生图模型。那你如果是50系列的显卡，就是装 FP4；那如果是3040系列的显卡呢，就是抓 INT4。那这个R128跟 R32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R128它细节更多了，不过我实际用下来是无所谓的哈。那这个是4步，这个是8步，你自己看你要用哪一个哈。那这个呢，你抓下来就是放到你的 Diffusion Model， 你抓下来就放到你的 Diffusion Model， 再放到这里。那我自己呢是用共享硬碟，所以我这里是没有的。那没有用共享硬碟的人就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 Editor 呢就是图片编辑，就是你给它图，你改图就对了。像这个就是用 Editor 哦，这个就是图片编辑哦，这是我跑过了。然后我用4步，然后一个 CFG 这样。那我可以给各位一张图，就好不好看呢？好，我们一样啊，把我们的徐志摩给请出来了，然后用这个老照片修复4步跟1步哈。那它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如果显卡不够大的话哈，你可以把它 enable 让它去跑这个 CPU 的记忆体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呢，1的话呢，就是只有一个 block 在这个 GPU。那你如果 GPU 觉得够大的话啦，吼，你可以让它更多的这个数值，比方248、30哦，你可以给它更多的这个 block 在 GPU。那这个呢是一个测试的模式的哈，其实不建议开啊，它可以稍微的加速，可是呢这个并不稳定啊，这个是在就是你开这个 enable 然后再 run。就是把
把这些一些这个 block 呢在 run 执行的时候呢，那它可以就是加速。那其实这个并不稳定啦哈，那要不要开就你自己决定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呢就是来跑一次给各位看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你看，刚才我的显存真的吃的不多哈，刚刚最多就是吃到5G 而已，所以呢，这个显存呢其实是很够用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哈，有没有？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哈。那这里呢有一些就是作者的建议值啦，就是你如果用原始模型的话，各位这里也是有原始模型的。你用原始模型的话就是20步，那你如果用 Lighting 加速模型的话，这个用加速模型的话就是4步、8步这种的哈 ，CFG 就用1哦。那也有这个纹身图的工作流，然后也有这个纹身图的工作流哈，然后我一样也是用4步哈，那我也是跑一次给各位看。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效果也是很好哈，就是一个和服美女呢拿着牌子写按赞订阅，也是效果很好的哈。那他有说啦哈，就是你如果觉得中文字呢不太好的话，你可以用8步的模型哈，然后这里呢改2.5，这样哈，然后我们可以换8步模型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8步模型哈，然后用2.5来看它中文字会不会更好一点。不过我觉得呢，其实是差不多的了。可能它这个繁体字哈，有一些繁体字的训练素材还是没有。这个4步效果就已经很好了。好，那它这个就是8步的效果，其实真的说真的差不多了哈。所以就自己各位看自己喜欢用哪一个。那我们可以看到4步的话是60秒，8步的话是54秒，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啦。那这2个工作流在哪里下载呢？一样哈，在这个 ComfyUI 的插件这里哈，这边呢其实就有 Workflow 了 ，Example Workflow 这里，这边呢有这个前文 image 这个，前文 image 这里有 Workflow， 第一个是纹身图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editor 的这一个在这里下载，这样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那目前呢，这个都是单张的范例了。那如果想看多张图的话呢，那我们有空再拍跟各位说，如果要怎么去用多张，用在这个前文 image 好，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